一口气带你看完2025年最新美系恐怖片《控制狂》。在那个看似宁静的午后，我原本沉浸在冥想之中，试图找寻内心的平静。然而，当我轻轻闭上双眼，一股异样的感觉如汹涌的潮水般向我袭来。我惊恐地发觉，身后竟凭空出现无数双手，他们张牙舞爪，好似要将我拖入无尽的黑暗深渊。慌乱之中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入目所见却只有一只蚂蚁正沿着我的肌肤缓缓爬行。我以为这只是一场虚惊，可谁能想到这仅仅是恐怖的开端。眨眼间，房间里像是被施了邪术，无数蚂蚁密密麻麻地涌现，好似从地狱爬出的黑色潮水，瞬间将我包围。怀揣着不安，我下意识地跟随蚂蚁爬行的轨迹慢慢走去。很快，我发现墙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洞穴，而洞穴里竟是一个庞大的蚂蚁窝。那密密麻麻的蚂蚁在巢穴中涌动，让我感到不寒而栗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头皮突然传来一阵钻心的瘙痒，我不由自主地伸手挠了起来。那时的我还浑然不知即将面临怎样的恐怖，只当是寻常的瘙痒。到了夜晚，那股瘙痒愈发剧烈，我被折磨得难以入眠，单纯用手挠已经无法缓解分毫，我只得找来工具。可奇怪的是，用工具挠时，那种奇特的舒服感让我彻底陷入其中，即便挠得鲜血直流，我脸上竟还露出诡异的满足神情。随后，我用胶布随意包扎了伤口，戴上帽子，试图掩盖这一切。我的症状异常诡异，就连权威专家也毫无头绪，初步诊断为慢性瘙痒症。可专家隐隐觉得我的问题绝非如此简单，或许与家族遗传脱不了干系，当然也不排除心理因素在作祟。为了探寻真相，我决定向父亲寻求答案。不久后，我来到一座古老的寺庙，而眼前那位面容沧桑的僧人正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我刚想开口询问家族病史，一幅挂在墙上的诡异画作却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。父亲见状，缓缓开口解释道：这幅画就如同饥饿的寄生虫，会悄然潜入人类宿主的大脑，宿主越是虚弱，它就越发强大，直至将宿主的灵魂完全吞噬。我听完，顿觉一阵强烈的不适涌上心头，紧接着眼前的世界开始扭曲，我陷入了可怕的幻觉之中。离开寺庙后，我在开车途中也无法停止挠痒，双手不停地在头皮上抓挠。停车后，我撕下头上的胶布，只见头皮上满是触目惊心的血迹。之后，我来到仓库，打算寻找母亲的遗物。母亲在我年幼时就溺水身亡，可我总觉得事情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仓库里摆放着父亲的军装，厚厚的灰尘显示这里已多年无人踏足。我发现一个带锁的抽屉，可惜没有钥匙。经过一番翻找，我只找到了一张出生证明和一本相册，再无其他有价值的东西。突然，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紧接着是隐隐约约的哭泣声。我怀着忐忑，顺着声音找过去，只见一间仓库的卷帘门半掩着。我蹲下身子，想要询问里面的人是否需要帮助。然而，眼前的景象让我毛骨悚然，仓库里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蚂蚁。我小心翼翼地查看，里面空无一人，唯有一面镜子，上面同样爬满了蚂蚁，仿佛在诉说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回到家，我立刻将墙上的蚂蚁洞堵上，只要看到蚂蚁出现，便毫不犹豫地将其捏死。随后，我翻开从仓库带回的相册，一张母亲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拿着放大镜仔细端详，竟发现母亲的手臂上有类似抓伤的痕迹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下意识地又开始挠头皮。为了克制自己，我决定戴着厚重的手套入睡。可到了半夜，一只蚂蚁偷偷爬上我的身体，还钻进了我的鼻子里，我瞬间被呛醒，剧烈的咳嗽起来。好在这只是一场噩梦，可当我松了一口气时，却发现睡前戴的手套不见了，手指上还残留着斑斑血迹。我满心疑惑，上网查询父亲提到的寄生虫，却一无所获。寺庙里的父亲似乎感应到我正遭受痛苦的折磨，打电话想要询问情况，可我满心都是对父亲的不满，根本不想理会他。之后，父亲抓起一把盐，狠狠地撒在了那幅诡异的画像上。另一边，我找到了小姨，希望能从她那里了解更多关于母亲的事情。小姨见我如此迫切，最终决定将真相告诉我。原来，越战结束后，一些可怕的事情降临到母亲身上。可话刚说一半，小姨突然脸色变得十分凝重，不愿再继续说下去，匆匆离开了。第二天，我正在拍摄宣传照，突然房间里的灯光开始闪烁，我的影子后竟出现一个巨大的恶魔轮廓。紧接着，一只乌黑的手猛地伸出来，抓住了我。我惊恐万分，赶紧跑到卫生间洗脸，试图让自己清醒过来。回到家后，为了控制自己不停挠痒的双手，我定制了一个特殊的装置，将两只手腕锁起来，绑在床头，设定7小时后自动解锁。然而到了深夜，耳边突然传来恶魔的低语声，随后恶魔竟解开了绳索，抓住我的手，强迫我用力挠自己的头皮。早上醒来，我看到手上沾满了鲜血，内心的崩溃达到了顶点。为了缓解情绪，我随手拿起一颗糖果放进嘴里，可刚一入口就感觉不对劲，吐出来一看，糖果上爬满了蚂蚁。与此同时，被我修复的墙面也出现了大量蚂蚁。我愤怒到了极点，我抄起锤子砸开墙面，不断往里面喷杀冲击。就在这时，
父亲突然出现在家中，给我倒了一杯茶，然后严肃地告诉我已经被感染，寄生虫早已进入血液。我瞬间意识到父亲在茶里下了药，我根本不相信父亲的话，愤怒地将父亲赶出了家门。恢复意识后，我开始回想起父亲的话，于是再次来到仓库，希望从母亲的遗物中找到更多线索。我砸开那个带锁的抽屉，拿出一个文件夹，里面有一些简报和一张画像。几滴雨点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上楼查看，发现天窗没关。就在我准备关窗时，眼前的一幕让我僵在原地。我看到了小时候自己不慎掉入海里的场景，母亲拼命游向我，可接下来的画面却让我震惊不已。母亲并非溺亡，而是被父亲死死地掐死在海里。得知真相的我，心中充满了愤怒与绝望。我拿起一把菜刀，气势汹汹地去找父亲。父亲面对失去理智的我，终于说出了一切。原来，越战结束后，还在当兵的父亲在海边意外捡到了我的母亲。就在这时，水里突然伸出一只黑手抓住了父亲，恶魔趁机寄生到他体内，后来又传染给了母亲，甚至我一出生，体内就带着这根恶魔。母亲不想让恶魔继续危害人间，打算牺牲我，将我淹死在海里。父亲得知后赶来救了我，可母亲却在混乱中意外溺亡。我无法接受母亲竟然想要伤害自己，失魂落魄地离开了父亲家。后来我在演讲时又听到了恶魔的低语声，当场失态的我连忙跑下舞台。我开车赶到寺庙，想要寻求父亲的帮助，却发现父亲早已离世。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头皮，竟摸到一团白色粘稠物，惊恐地发现头皮不知何时被挖出了一个洞。我很快被送进医院，医生面对这种奇特的病症也是束手无策。躺在病床上的我，目光呆滞地看着病房玻璃，仿佛看到恶魔正站在我身后。随着时间流逝，我的身体逐渐恢复，可出院后，我依旧改不掉挠头皮的习惯。看着过去自己作为著名心灵导师时的辉煌照片，我无法接受如今狼狈的自己，心中暗暗做了一个决定。晚上，我给丈夫做了一顿晚餐，丈夫吃完后很快头晕昏迷。等他醒来，发现自己被绑在床上，动弹不得。与此同时，我在客厅摆好祭坛，试图召唤恶魔并将其消灭。但我低估了恶魔的力量，很快就被恶魔压制。情绪崩溃的我做出了一个更加可怕的决定，我在手腕上画好记号，放在电锯台上，毫不犹豫地锯下了自己的右手。当我准备锯左手时，电灯突然闪烁，恶魔的低语声再次响起。恶魔嚣张地靠近我，声称即便我没了双手，也照样能折磨我。就在恶魔拿着我的左手准备锯下时，我突然心生一计，在锯齿落下的瞬间，将恶魔的手替换了上去。我强忍着断手的剧痛，捡起地上的螺丝刀，疯狂地插入恶魔的身体，接着又用电锯将恶魔的头锯成两半，黑色的血液溅满了我的脸。当我擦掉脸上的血迹，想要休息时，恶魔竟像不死的怪物一样重新长出了手。我惊慌失措地跑到院子里，恶魔紧紧跟在身后。这时，我想起父亲曾说过，只有连同寄生的宿主一起杀死，才能彻底除掉恶魔。于是，我拼尽全力拉着恶魔的手，跳入泳池中。恶魔拼命挣扎，却无法挣脱。几分钟后，恶魔渐渐失去反抗能力。我睁开眼睛，却看到恶魔变成了我小时候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丈夫挣脱束缚赶来，将我救上了岸。恶魔的影子慢慢消失在水中，我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。